我第一语文是福建话，第二语文是华语，第三语文才是英语。我考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名都被招进去了，只有第一名被拒绝了。他们就说你的英文太烂了，太烂了。我在办新工大的时候，最大的目标就是说，我不管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，他们毕业之后必须在他们的领域里面可以跟华大学生较量。是住在旧义朗路13英里半，那边的土城是茶山。上小学的时候，都用那种use textbook， 当中最重要的那一篇都被学生撕掉了。因为这样，常常读书的时候，我要自己思考为什么从这篇跳到那边。我家里可以基本上是说穷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乡村，假设你稍微动一点脑筋，到处都可以赚钱的。比如说到小龙沟抓一些虫卖给那些养鱼的，或者去抓一些草蜢去卖给那些养鸟的。一只草蜢半分，但是你抓了20只就是1毛了。那个时候一盘米粉5分而已。所以1毛可以买2盘米粉了。午餐的时候，我都会帮助那个卖米粉的，把他收盘子，他就给我1盘免费的米粉。因为我的数学基础比较好，12岁我就开始给小2、小3教数学，也有几块钱。虽然我进英校，我第一语文是福建话，第二语文是华语，第三语文才是英语。我用英语的机会非常的少，在学校里面跟同学不是用福建话就是用华语，就在班上老师叫你站起来，你才用英语。我在家里是用的是华语或福建话比较多。1973年。国初还是唯一的国初，收生的比较严格，都要面试。我是中学的第1名，面试了，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名都被招进去了，只有第1名被拒绝了。那 O-level result 出来，我又再去申请了。这次我考进去国初了，两个差别在什么呢？第一次是英文主任主持面试，第二次是华语主任，所以一开始听到我的英语，他就马上转为华语，非常好的一个面试。后来他们就说，为什么我没有被招进去呢？我说你的英文太烂了，太烂了。一进去我就知道，真正的有富有的，有司机送他们。以前在Bukit Timah河当中有个 A&W Burger， 哇，他们都说下班了之后我们去 A&W Burger 多少钱？不可以了。我们那个时候是种杨桃的，都需要肥料，一定会喷到你。那个味道最少需要2天3天才可以去掉那个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钱说有deodorant perfume 这些都没有的。拜5下午一回来，我就赶快去做那份工到了拜1就希望那个味道降到其他同学可以接受的程度。申请奖学的时候，我其实放的是数学，因为我数学特别的好。他们委员面试，他就说，在这个阶段，我们不需要数学家，我们需要很多工程师，尤其土木工程师。其实那个时候，即使你要我去读英文、文学，我都愿意。只要你跟我授权，我就很感激了。新西兰就是说，我的那边的老师是真正的很照顾学生的。
我回来做了我国民服役，我就开始想到以后我要做什么。你可以考虑变成一个大学教授，所以我就写回给我的教授说，我想回去跟你们读博士。那封信我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就说你是我们很想要的研究生，但为了你自己的后来，我们不收你做我们的研究生。我现在给你4间加拿大跟美国的有名大学，你当中4个选一个就好，我们会自己去找最适合推荐你的人写你的推荐书，我们有很大的把握，他们会给你一个全职的奖学金。加州理工学院虽然是一间顶出名的大学，多数的学生都是拿奖学金的，但是即使你拿到 A， 我们也不一定会收你；你拿到 B， 我们也不一定会拒绝你。他们更重视的就是说你在班上的表现。问太多没用的问题也不好，只要问几个很有深度的问题，他们就会接受。2个经验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。从纽西兰我就学到一定要常常为学生的教育着想，而从加州理工之后，我学到就是说，其实在教育真正重要的就是学习的过程，不是成绩唯一。我在国大做副教务长，做了差不多将近5年。国大的很多招生的政策、教育的理念，那个时候我都参加了很多的。但是我就讲，假设我用在国大的经验拿到信工大，就不符合我的学生，因为收的学生不一样，你要用完全不一样的方法。从纯考试成绩来讲，信工大学生是比国大或者南大学生是差的，但这不表示他们比他们笨，他们有自己的潜能。所以我在办信工大的时候，最大的目标就是说，我不管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，他们毕业之后，他们必须在他们的领域里面可以跟国大学生较量，没有问题的。我早期的研究很多都是在怎么样的用粘土clay 来做填土工程。到了1997年尾98年初，新加坡的最后一个垃圾埋置场 landfill Lorong Halus 结束应用，他们做东北线的时候，这些工程挖出来的土要放在哪里呢？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就马上说，我已经读了这个问题将近10年的，我可以为你们提出一些新概念。沙不会下沉，粘土一定会下沉，所以控制这个下沉填土是最大的问题。我每年都有400-500万的平方米的被挖出来，所以这个是一箭双雕。我常常跟学生讲的，我不管你多成功，一定想到你做出来的community今天是怎么样，你可以为他们做什么事。假设每个成功的跑出来，而那些不成功的留下来，那个社会永远不会变的。